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当下你跟观众最真实的那2个钟头。对，演完了也没有了，每一场表演都是唯一。对，都很不一样。剧本我们看到个第一自我，然后我们是第2自我，两个加起来呈现出第3自我，就是观众所看到的这个样子。所以你会听到有导演说，这个角色如果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演，那就是我们演员觉得最光荣的一刻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娟。今天呢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来宾会主持，会演戏，会卖东西，会做老板，会做生意，会入围，会得奖，而且不小心还可以拿6座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能说什么呢？当然，我不能多说什么。那我就将时间交给第一位来宾曾国城先生。王娟姐。谢谢陈真哥，陈真哥，谢谢娟姐。第2位是唐崇盛，虫虫。Hello， 娟姐好。哎，你看虫虫毕竟是学弟，所以还客气一点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很坏。娟姐，我叫娟姐。你不要叫我娟姐，我有什么资格？您拿6座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资格？我只有您的1半。哇，3座，3座。我今天是来比，今天是比3座、6座，那我只能隔壁坐了。我在旁边坐。其实为什么会邀请大家来哈？其实主要是因为，你们怎么接触剧场，怎么进入剧场这个世界啊？对这事情这么好奇？我非常好奇，因为我跟陈哥其实是在剧场认识的。对了，在屏风。所以这个我这边当然从念，因为喜欢表演，所以进世新嘛。进世新之后呢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环境造成的磁场。他让我有机会认识到相关的人。我要不是因为世新话剧社，我不会认识到徐雅琪，也就是台哥的老婆。对，我不是因为他在连环炮实习当王伟忠的徒弟，我就没有机会到连环炮去当群众演员，跟在芳芳旁边。我要不是因为这样，我不会认识到国修，所以我就没有机会直接在世新的话剧社到社会剧团，到直接跳到屏风表演班成立的第2年。民国76年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一朝踏上舞台，我就一辈子演着他，一直到今天。你基本上你就是个活化石啊，活历史。你还食蚁兽嘞，我活化石。我在国中就喜欢表演，我国中吗？国中就爱表演了，所以这个其实萌芽萌。你会汉宁没？客家人啊，屏东客家。家里面对于你做这个行业，整个家族基本上。当然一开始会是反对的，这怎么可能会去做我们不熟悉的事情？而且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哎呀，不要做梦了啊！这一类的，这个合理。可是你看，做梦要勇敢做梦啊！虫虫嘞，我是小学4年级，你看都很小啊，就看那个复兴剧校来我们学校礼堂搭台，就演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。是学生团学生团我记得他们大概都国中，最大的大概高中。那我们看他就大哥哥大姐姐孙悟空哇，毛一把一吹就猴子猴孙，然后跟天兵天将打翻跟斗啊，兵器，然后就那个猴王就很漂亮，那个两根那个铃子嘛，然后就从那个2张桌上啪翻下来。哎呦，对我看了傻眼了，我就跑到对我演完之后跑到后台去找，看到一个大哥哥。你也是这个团？是，你也有演？有啊，你也会翻？会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可不可以从这个高，就差不多这个高翻下来，就很简单，一上嘣就下来，我就傻眼了，就当下我就说我有一天，对我说我有一天我要站在舞台上。可是小四那个埋下这个种子之后，小6的那一年我就翻报纸，就看到那个叫做分类广告，小格子那个争童星。我就剪下来贴明信片就去了，对，高雄2家，台北1家，真的去寄履历、寄照片，结果后来去试就试上了，然后去上表演课。对我选你那么早就接触到表演？小6，而且我是每个礼拜3要坐火车到台北上一堂课，7点。上到9点半，要付学费的，要付6000块。天哪，6600！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一个月薪水差不多3000块，还跟你缴6600。对啊，很贵耶，那个年代。很贵啊！而重点是每个礼拜还得陪我上台北，然后要请假1天，
然后我爸哇，你真有兴趣哎。对，然后半年完了之后又打回原形，就回台南继续升国中念书，也没有再继续。你觉得那个有时候什么收获？我觉得那个有收获让我认识台北。对我第2个礼拜。就我爸带我走2个礼拜，第3个礼拜我为了让家里省钱，我跟我爸妈提议说，我自己去台北。对，小学6年级，所以礼拜3早上去台北，到台北已经晚上了。上完课之后坐夜车回来，在车上睡觉。早上我爸来把我摇醒，把我从车厢抱出来，然后就带我对，然后再骑摩托车回去，我洗个澡就去上课。然后我爸爸，对啊，难怪你长不高，你看。他就是因为这样长不高的，你知道吗？熬夜太多，对吧？他把自己当童星，他把自己当童星在处理了。你看童星没几个长得高的，对，因为童星唯一长得高的只有八大哥。哦，是哦，只有他超过175。其实因为啊，睡觉会长高，因为会有褪黑激素，有成长激素，那就没关系，你还有很多别的能力。好，那讲回来说，舞台剧为什么是你的心头好？你先说。我特别喜欢，因为我们是学的是这一行啊。对啊，我后来进了北艺大，考上了戏剧系，然后一路就学表演，然后也没想到会进演艺圈，然后也没想到走综艺、走模仿秀，但是让大家认识我，主要还是靠电视跟模仿秀这些的表现。这样舞台剧还是小众，可是透过这个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的表演训练之后，我对舞台剧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吧。为什么？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形式，电影跟电视。你演过麻将？对，男主角那个杨德昌导演的戏，还有很多电视剧，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跟观众还是有距离的。在拍摄过程你不会跟观众接触嘛，可是那在其他的影像表演是属于我们大家闷着头。拍了这剪接什么特效什么各种做好之后成品给人家看。那舞台剧不是，舞台剧是排练，然后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是跟观众面对面，对，是我跟你见面。那今天1200个观众，只有这1200个看得到，对。然后那个现场的互动是你听得到他们的呼吸，你在做一个感动的事情，会听到他们啜泣声、抽面纸的声音，你铺了一个梗，听他们咳嗽的声音，对，他们会笑。对，然后有各种的挑战，各种可能有灯光漫出，或者是音响那个麦克风没声音，小孩哭闹，各种状况你要去解决。然后，但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当下你跟观众最真实的那2个钟头。对，没有演完了也没有了，就这一场，每一场表演都是唯一。对，都很不一样。但电视电影一旦拍好、制作完成之后，它就是一直复制，可以一辈子看这样子。而且我们演员本身也一直在变。我补一点，他刚才说的问到他的那一点，我说好啊，因为这是个好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会喜欢表演？是啊，首先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喜欢取悦人家。OK， 我们喜欢人家，因为我们快乐。我可以因为他看到笑容，他因为我看到他的笑容，我也是。然后这会让我们也有存在感，这是重点，因为这让我们会有存在感。然后因为个性使然，我喜欢交朋友，所以因为从小喜欢打篮球，所以我喜欢那种集体，我非常喜欢那种团体 teamwork 的感觉。我们所有的成就，所有的成绩、胜利是共同造就的。而在舞台的这个镜框式舞台的黑盒子里面，从无到有，一切的事情经过了一个缜密的排练之后，在这边所有的艺术总成在这一个点上面，让所有的人能够在这边。然后把自己的能量散发出去，不管你是1楼、2楼、3楼的观众，然后让我感觉到这个角色活起来。剧本我们看到个第一自我，然后我们是第2自我，两个加起来呈现出第3自我，就是观众所看到的这个样子。多少要有我们演员的个性，然后去推动它，变成一个很鲜活的角色。我做到了，我觉得我跟他生活在一起。所以你会听到有导演说，这个角色如果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演。那就是我们演员觉得最光荣的一刻。其实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晨晨的表演风格。你没有想到我这么关心你吧？我没想到啊。因为后来我们统合出一个说法，叫做他其实是在不同面向的表演，他演一个不同风格、各种不同面向的主持人。陈哥很有趣，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是这样，在那个地方是那样？就你会变换样子给大家看。而不是同一个样貌，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厉害，值得学习跟参考的啦。谢谢。
谢谢。今天是歌功颂德吗？没有啦。那但是我们生命中一定有影响我们表演很重要的人。哦，当然，当然，你先。我从小，哥哥姐姐他们听那个录音带，就是赖老师的作品，那一页，然后那一页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国小，然后我会跟着听，然后那时候已经要毕业了，我国中啊，然后我觉得好妙哦，李立群哥，然后金士杰、顾宝明，对，还有李国修这4个人，我称为剧场4宝。他们4个是我还没有进这个学校念书，我就很崇拜的4个演员。对，然后从不管是他们在听录音带里面听到的相声，还有看他们电视剧里面演出，还有看他们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表现。对啊，哪怕像金士杰的一个生活400运动饮料的广告，他演个默剧大师，就是看起来在跑步，就镜头一拉开，他其实在原地在走，我就哇，好神哦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我就开始在那边练那个默剧这种东西，这样，对，这样有这种，那也没有老师，就自己练。多小啊！他真喜欢表演，他真喜欢啊。然后看到成龙的电影翻飞，我就跟着学，跟着练。然后我曾经从一栋楼的7楼楼顶跳到隔壁栋楼的6楼的楼顶。几岁？应该是20出头，还在念书了，被警察追对不对？没有了，女朋友她老公突然回来，没地方跑。你这是真的假的？你严肃一点，严肃一点。这是什么节目？你以为在天才冲冲冲啊？那您呢？我呀，我怎么样？跟国修大哥的关系？哇，我跟他关系也非常的，我觉得他影响我也很深远，对吧？影响我们跟他我们家的关系都很糟。谢谢屏风，谢谢连环炮让我认识他，然后有幸在屏风成立的第2年就加入了。哦，这么早，所以我家2师兄嘛。那时候呢，我很喜欢屏风带给我的那种喜剧准确的节奏和表演技巧。我让国修在教我做人，让我对生活负责，对自己负责，从了解自己，从生活出发，去知道我应该在表演的这条路上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，然后他又教我做人，我再去想到我自己跟家里的关系，跟父亲、跟父母亲的关系，所以在屏风这段时间对我来讲，这个沉潜这段学习太重要了。等于是国修大哥有一点像父亲的感觉吗？如父如兄啊，这个应该毋庸置疑。我曾经记得，在我退伍的时候，我买了一台很漂亮的摩托车，那叫做堪称2轮的轿车，那个头灯是隐藏式的，然后哒的电源启动，我就这样子照的。名流150，不能讲，不要帮人家做宣传，这个丢脸。就是当时这个车骑不到1个礼拜，塑胶的那个椅垫那个胶套都还没拆呢。哈，舍不得拆，珍惜啊！梦幻1车啊，梦幻1车，1个礼拜就被偷了啊！好惨哦，那车超正的。当时最荒谬的是，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摩托车该锁就要锁，不要客气。我演完舞台剧，国修说要不要去看看王岳，因为王岳升了李思源， OK， 就在这个大安路的那个妇产科。我说我们在仁爱路圆环嘛，那个新巷小剧场嘛，新巷小剧场，从那过去，哎呦，只要5分钟就到了。走，国修，我去看王岳，哇，兴奋！我的就车哇，帅！一到点以后，哇，骑上去就骑过了红砖道，上去那个骑楼。他那个哇，一扛起来，帅！翻回那个帽，那个什么安全帽拿下来，龙头拐杖锁拿着，我就走了。走，然后我就说拐杖锁不是应该锁在车上？你拿这拐杖锁干什么？我说，哎，怕掉。哦，拐杖锁掉。帽子不用放车上，怕掉，怕被偷。因为反正只上去一下，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嘛。对，的新的拿走也开心啊。我说，我就上去看一下王岳吧。我就上去了，做不到10分钟啊，下来，国修跟我一起在那边原地发呆。我不知道，我拿着安全帽跟龙头锁干什么？
哦，这个事情拿龙头锁敲自己的安全帽。后来有上新闻啦，有一个年轻人带着龙头锁去坐公车嘛，他公车上是乘客都吓放屁啦，要抢银行用的，对呀，我都快笑死了。这个其实是很痛，当时很痛啊，一个礼拜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跟国修什么关系？对，国修很内疚。哦，那我又必须为我的傻付出代价，怎么办？我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爸妈交代。我第二天就继续戴了我的安全帽跟龙头锁。第二天，我又你很爱他们两个，我又去听我讲嘛，我不能让我爸妈知道车子不见了，就好像失业了，必须还是假装穿得很好出去上班。所以我现在很能体会说那个没有工作带着公事包去公园的感觉，一模一样。我又走到坐月子中心门口，我等过，我想说他应该会很碰巧又从这边经过，被我发现了。我想他掉会有地缘关系啊，你知道吗？妈涉世未深，真的笨 A 啊，真的是。我这边又站了，通告12点，我10点就去站了，我又站2钟头，我确定没有看到车子以后，我就想车子应该是掉了，我到那一刻才死心的。那国修就陪着我，我就跟国修讲说车真找不到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说可是你要上班啊，你还是需要车子啊。然后他就陪我回家，然后跟我妈妈说，他说算了，还是要跟你妈妈，他们迟早会知道的啊。然后我说然后就在那一刻，他就拿钱给我买车子。哦，先见。哇哦。我买领导125。哦，我也骑过那车蛮厉害的。当时他就我安全他就掏腰包。他来我家的时候，我很兴奋，他没有来过我家。他来我家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家好像换沙发还是什么，沙发那旧沙发已经破了，就搬走，所以整个客厅斗大的一个小地方，然后就放了几个椅子，整个就这么板凳儿，其实跟公寮没什么两样。然后他来我就很害羞，我觉得好像是政府送来的关心贫户，你知道吗？社会局的，对，而且是那种小椅子，或者是那种那个很就是板凳嘛，就是一般的板凳啊，那个导播坐的那种，就是小板凳，折叠椅啊。对，可是我这个是我也没跟任何人讲。画面好妙，很有趣。他坐在那边到底是，然后还有那种秋风吹过，左手龙头锁，右手安全帽。但我真的很感动，他帮我买了那台车，他陪我去拿车。我有发现，我觉得啦，就是国修大哥做一件事情是，他让你不要难过。第一个，他真的很爱你，很爱护你。然后他也觉得诚实面对这件事情是重要的。应该是，对不对？他觉得迟早会知道为什么要骗。对，你还能 hold 多久？还要为自己负责吧？他就是一样道理。那这个是很好的示范啊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愿意就同样讲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不能，因为就像你们可以去做更多让你赚很多钱的工作，这就取舍嘛。像我自己给自己定，就是希望自己每年在忙，就是能够接一档舞台剧。那舞台剧的特别之处是在这，我刚刚讲了一个叫做当时的那个即时感，演出的那个。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对价关系，就是电视啊或是综艺节目，他们观众不一定要买你的单嘛，随时可以转台，而且也不用付费。但是舞台剧它是要买票进来看你的表演，然后坐在那边不能吃爆米花，又不能够讲手机，迟到还得在外面等到一个段落才能够进来。那个是他们是专程花钱来看你的。对，那我们是好整以暇，我做了很多的准备，然后哇，整装待发，就是幕起灯亮，音乐走，我要给你看我的最好的。所以我觉得那种成就感跟一种我称它为一种对价关系。我承诺你下个月几号在这里演出啊，你提早就买了票说我会来哦。你讲好棒哦，承诺。满满的就是我再累再辛苦，我就 the show must go on 嘛，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是把这个比方说了电影电视，我是这么认为，就拍都是切镜头一个一个，那是把很多的一下子累积起来，剪接好了之后。做出来的作品是可以看一辈子的，是。但是舞台剧反过来，
它是我们把一辈子的经验，我剧本拿到了，一辈子的经验，我的理解，还有这段时间排练的2、3个月的时间，我把一辈子的能量经验拿来捏塑形，塑好了之后，演出就只有那一下子，对，那一场就没了。对，那你明天再来看，又是另外一个感觉。我跟陈哥我们在演冒牌天使，我们每一场还在进化，不断的进化，一直在对。我们变化中，我们2023年的演出跟9年前的那个演出，我们2个自己都感觉，有的观众看有感觉不一样的，我们觉得哇，我们做的被你发现了，但其实观众手上没剧本，对，但我们自己最清楚。就像我们常说，你要说谎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，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进步，我们很清楚。9年前我觉得哇很屌，这个太好笑，这个我们已经觉得做到很棒了。但是我们这次再来，你看我们花多少功夫？导演排的时间之外，陈哥把我拉到他家，我们自己增加排练时间，就演员自主性的，然后他跟别人的戏，我来负责对词，然后给意见、给想法。我跟别人的戏，他来帮忙对词，然后给意见。那个意见是可以，我们对一个字就聊了20分钟，半个小时，斟酌一个字的用法，一个字。那个真的是叫一字千金，对，因为差一个字那个感觉就差很多。但是对观众来讲，很快就划过去。对，可是我们会在感受会不同。对，我们会锱铢必较，对，就真是一字之差，进去跟进来不一样，那感觉差很多。我们2个奇怪，可是不是很多人雕琢这个东西。对，我懂。有啦，但是我们2个都要撞在一块，因为你们俩刚刚好都喜欢。我演了30年有了吧？有，对不对？他演超过20年了，我们经历过多少戏？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碰到这么一个人，有些人会，但是他不会主动去提这个，他也不一定跟你讲。我们是专程，拜托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改。导演，这个可不可以换个说法？我们很在乎他的感觉，他到点了没有？意思好像有点偏了，这一类的。我们俩这个是为了这9年后的这个版本，我们大概又修了1/4吧？哇，差不多。又修了1/4啊！我觉得观众好幸福哦，精雕细琢，这次个性上的那个细致度，层次感都比之前要再是。喜剧是一直以来在研究，喜剧我觉得学不完了，他拥有更准确、更适合、更漂亮的表演。舞台剧看了就是除了剧情跟演员的交代之外，灯光、音乐的变化，看完一个戏，你留下什么？留下对这个戏的感动。那就这样子。我们这个还多看了很多细节，就是我们参与它，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。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，以前我们在读戏剧史或者是戏剧理论的时候，第一句讲叫做戏剧是一个朝生暮死的艺术。我当时不懂，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懂，它只存在于我们演出的当下，演完了它就离开了。就像莎士比亚曾经在《As You Like It》皆大欢喜中说到。世界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就是上面的演员罢了。表演在每个人生活中无所不在，只是你有没有认真的留心观察而已。很珍贵的朋友来到这边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。谁来演戏之圆桌对谈，我是王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你，谢谢娟姐。今天。